话说在上一集的视频中，我在边境认识了个红衣小哥。红衣小哥开着半花汽车540公里，把我从赞比亚的边境送到了卢萨卡。刚到卢萨卡呢，就有人已经给我安排好了住宿，觉得我穷游不容易，还赞助了我1000盘上在路上花。这是位一直默默在为我视频点赞的铁铁，我很想点名道歉这位铁姐，却发现我们一张合照也没有。他为人低调，也不怎么自拍，就只找到了这张。铁铁在非洲矿业颇有作为，哪位老板要挖矿找他。再次感谢铁铁对我一直以来的支持。铁铁帮我安排的宾馆就在 GCS Food Market 里面，你可以将这里理解为一个中国街。特色呢，就是里面有一个好大的中国大排档。哦哟，这么大，感觉就像在国内一样。转了一圈啊，基本上价格都是在150左右。我们是点一个最便宜的吧，可能是最便宜的就是盖饭。哇，那还有炒面，炒面130一碗。呈上架目标。这边这个中国城，然后包括这边的饭店哦，就跟我以前见到的那些就基本上不一样。像一般在中国城里面那些饭店，基本上就是主要的客户群体也都是中国人。那在这边的话呢，就是当地的赞比亚人也有，中国人也有，没有那么分得那么开。如果不告诉你们，你们完全可能以为我就已经回国了。看我哦，thank you madam，感觉好有食欲啊，好好吃啊！加点醋，继续炫。旁边出去，这是一个超级大的超市，这不是超市，这是类似于一个农贸市场。哦，我看还有外国人在买菜呢。哦哟 ，international 啊！走在卢萨卡的街头，一个熟悉的 logo 瞬间就抓住了我的眼球。中国银行，没想到中国银行在1997年就已经进入到了赞比亚，设立了非洲大陆的首家中资金融机构。如果说中国银行代表着两国关系中务实合作的硬连通，那么我在赞比亚发现了另一处风景，则完美诠释了文明互鉴的软连接。少林寺，中国功夫。稍等，话说找这个少林寺是真的麻烦，8天涉水的，我差点以为我又被地图给骗了。怪不得我问当地人说这个瀑布在哪里，都没人知道。谁会觉得这是一个瀑布嘛？不觉得这是一个水沟嘛 ？You are the tourist. Yes. Ah, really? Ah, me too, me too. It's only small one. Yes. Have you cheated? 他们也是来看这个瀑布的，就是你知道吗？他们几个站在那一排，就和那个瀑布差不多大。找了一上午，终于快到。这也太神奇，太魔幻了！我在国内都没有去过少林寺，没想到远在他乡的非洲，我竟然来到了少林寺。看他这个翻译，谋事在人，成事在天。眼完镜了，哎，再来一个小女孩。今天是初一，汉传佛教在农历初一会诵经敬佛，所以今天大伙不练功，只念经。这非洲人练中国功夫，我也是没看着。不过见到了院内的一位师傅，严坤法师。对，这是严坤师傅。今天也是挺有幸的来到这里。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直播用的吗？台灯。哦，灯。2年的台灯没有找到那个。哦。您在国内的时候也是在那个嵩山少林寺出来的吗？是。哇。对对。这里不是学校。哦。那就是说。这里是寺庙。那这里的孩子就是说，他们也需要学佛法，也需要入佛教吗？这个不强制。不强制，可以有选择性哈。哦，这样子。我平时有教他们中文课。哦，都是你教是吗？中文课上，除了日常用语，对，还有中国的一些文化之外，也会讲一些禅宗的知识性的东西。在少林寺这个功夫，它是与禅是紧密结合的。它跟外面的
不一样了。单纯的武术学校不太一样。对对对。少林寺呢，毕竟是一个佛教寺院。那您现在是被就国内派过来的，还是说您也算？那您会功夫吗？我主要教他们语言和文化这个。主要文的。小孩可能更多就是受这个中国功夫电影的影响哈。对。学了功夫可以飞啊，可以打人啊。对，那有没有孩子说，就是师傅，我想学怎么飞？那可以翻跟头，可以飞半秒。那您平时也是用英文教学是吗？是。中文现在中文他们也差不多了，能一半。这小孩在这吃住都不花钱。那他们算是我们的一个儿童救助项目。那就是说他们平时学这些佛法呀、武功都不要钱？都不要钱，因为他们都来自贫困的家庭，还有很多是双亲都没有了，父母这样子都属于孤儿。OK， 那你们在选这些孩子的时候，也是说有一个就是一个选择的一个标准是吗？因为如果这样的话，每个孩子都想来了。是。对啊。每天都有人来问。对，肯定啊，因为不要钱啊，肯定大家都想来啊。你要考量一下，这是不是真的需要帮？是身体是否健康，没有传染病。因为他们住在一起，吃住在一起。对，你得都是有交钱的，是周末班。我们开了周末班。你可以交钱来学。对。实际上没有多少人来，都不愿意交钱。那我再冒昧问，少林寺的整个运营呀，这些费用是从哪里来的？对，那开销你知道咱这个寺院呀，就是有一个咱华人的企业家，就全交给少林寺管理。他是佛教，平时我们生活中他还依然在给我们提供这个帮助。也有中国的，你比如这边华人华侨组织的，有些公司会来给我们做捐。总体来。完全是那种非盈利性质的。对。Hello. Can I come in? 孩子们今天不用练功。Okay, what are you doing? You are playing game? 和严棍师傅的一席谈话，让我了解这里传授的远不止中国功夫的拳脚，更是通向一种文化的语言，乃至一种心灵的智慧。最让我触动的是那份根植于尊重的平和，不强求，不功利，只是将文化的种子轻轻放在这里，任由每个孩子凭自己的心意去选择自己的信仰。当文化以如此温和而完整的姿态在他乡扎根，它所创造的连接远比任何花拳绣腿都更加深刻。这或许就是文化交流本该有的样子。希望赞比亚少林寺这颗种子能长成连接两大文明的参天大树。